你刚成为害怕杰德的幼体，就吃了杰德与 X， 感化了利布特，还把欧布打成石像。如今泰迦醒来，看到一只300米的巨兽戳着自己的脑袋，杰登，属实吓懵了。生物兵器杰顿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行星麦基？幻觉，一定是幻觉，骗不到我的。遂伸手去摸了摸你的前肢，冰凉的触感令赛迦神情惊恐，是真的。我再也不说什么自己出去闯的话了。你满脸失望。杰登。几分钟后，泰迦发现你并没有攻击自己，再度张开眼睛观察。你该不会是拯救了光之国的大怪兽吧？科学技术展览局有你的雕像。你点点头。杰登。一番沟通下来，你得知劳模贝利亚并没有嘎，还在异空间制造了黑暗洛普斯赛罗。你很是疑惑，都被我吞了还能活？看来消化的只是肉体，灵魂跑了。泰迦见你有点闷闷不乐，以为是心情不好。那个能不能陪我对练下，能够化解烦恼哦？你很是吃惊。我究极生物兵器陪一个小战士对练也不是不行。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刚好用它当新光线靶子。泰迦见你答应，欣喜不已，完全无视了一旁小贝的疯狂眨眼暗示。力！待泰迦醒来时，发现自己鼻青脸肿，迷迷糊糊的闻到烧烤的香味。杰顿叔叔，您是在烤玉米棒子吗？好香啊，能分我点吗？我可以给他加点孜然。边说边将光芒均匀的撒在上面。下一秒，泰迦看清了，这哪是什么玉米棒子，是可怜的雷德王，吓得是连连后退。叔，我不吃了，您自个儿享用吧。你把烤熟的雷德王递过去，真不吃吗？很香的。泰迦头摇得跟浪鼓似的，不吃，真不吃。你一口咬下，香，真香，肉质紧实，外加辛辣光芒点缀，是不可多得的美味。下次试试白灼，就是缺一口能装怪兽的锅。遂将眼神投向泰迦，后者吓傻了，他不会没吃饱，想连我也烤了吧？遂紧忙岔开话题，那个我刚收到消息，有3个黑暗洛普斯袭击光之国，我得回去帮忙了。哦吼，你眼前一亮，是贝利亚银河帝国的剧情，没跑了。如果能吃光量产化的黑暗洛普斯，外加艾美拉鲁矿石，进化有望啊！杰登，当即展开翅膀朝光之国飞去，小贝也紧随其上。泰迦站在原地，有点懵。杰顿叔叔，你是要去光之国吗？等等我啊！一路上，小贝与你唠嗑了会儿，感到很疑惑。贝利亚与大哥到底什么仇什么怨，都到了跨宇宙追捕的地步，大概是因为护食吧，不允许自己吞进腹中的食物还活着，很合理。光之国，泰迦先行一步回来汇报给佐菲。听完，沙弗林的头皮是相当发麻。二弟啊，你知道他为什么来吗？初代相当笃定，肯定是为了贝利亚。太侄子刚不是说了黑暗洛普斯的事？没错，某些个体就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天赋。初代与泰迦就很通兽性，比如你扭扭屁股，大部分会以为你要放屁，初代就会另辟蹊径，认为你要转呼啦圈。虽然离谱，但又透着一丝合理。就在这时，希卡利推门而入，我找到去平行宇宙的方法了。初代摆摆手，这个待会儿再说。我们的怪兽朋友马上要来光之国了。希卡利眼前一亮，他要来了，能不能让他协助我进行实验啊？艾斯冷哼，拉倒吧，你那分明是想解剖他，哪是研究？当然，你也不可能打得赢。希卡利觉得自己被小看了，我有那么不理智吗？钟奥沉默。当年追着博加鲁砍的不叫希卡利，是猎手骑士剑，对吧？对了，有没有能够翻译怪兽语言的机器？不然交流会有困难。希卡利嘻嘻一笑，当然有，我100多年前就造出来了，只是一直没机会用，毕竟遇到的怪兽能杀就直接杀了。钟奥再度陷入沉默，你好像不经意间暴露了本性，文官的表面让怪兽时常忽略了你的战力。突然，会议室里响起警报，光之国外围防御网络遭到攻击，初代动王附体，一定是我们的怪兽朋友，不知道从唯一入口进就强行撕裂。快，我们一起去迎接他！光之国外围，你轻松破除风状防御网，带着小贝径直飞入，而前方则汇聚了上千奥特战士，为首的更是举起长枪大吼：敢硬闯光之国！上一个这么做的叫贝利亚，你算哪根葱？队长，不觉得这怪兽有点眼熟？杰顿而已，没见过吗？他又没救过我们的命。上！我想起来了，他不就是科学技术局的怪兽雕像吗？还获得光之国最高级外交友谊勋章。队长，按道理说他还真救过我们的命，怎么办？队长脸色一变，贵宾一位，列队欢迎。你笑着从他身边飞过。广场上，你与小贝刚到就被光之国的居民们围观起来，真的与雕像一模一样耶！我发誓这是第一只让我有好感的杰顿，可爱像弹。
快看那只贝蒙斯坦，好呆哟！小贝叉着双腰，别以为是奥特曼朋友，我就不啄你！刷刷刷，十几道身影从天而降，是佐菲带领的奥特兄弟与希卡利。你发出一声怪叫，接单。下一秒，希卡利手里的翻译器响起，才来呢！这几个奥特战士太不靠谱了，没人引路我就硬闯，现在还要像猴一样被围观。还有那个太监说什么提前回来报信，报的什么鸟玩意儿？紧，整个广场陷入死寂，大家都不是傻子，有点脑子都知道希卡利手里的是怪兽翻译器。你也难得脸红起来，本以为穿越成大怪兽，没人听懂自己说什么就能畅所欲言，没想到还有个翻译机。佐菲不愧是职场老油条，率先发出爽朗的笑声。那个希卡利，翻译机还没调试好对吧？赶紧弄下。希卡利也极为配合的低下头，佯装对设备调试。就在大家都松口气时，小贝发出叫声，大哥说的就是那个意思，翻译的没错。场面再度陷入寂静，希卡利老脸一红，抱歉，还没修好。你紧忙伸出触手缠住小贝的嘴，向佐菲投去赞许的眼神。后者主动伸手，感谢你1年前的帮助。你也伸出一根触手，接单。很高兴见到你们。希卡利高举翻译器，修好了，接单接单。此次前来只为2件事：一，想要一起去平行世界缉拿贝利亚；二，请希卡利帮忙打造一口大锅，能变大变小装怪兽那种。听完普通奥众都炸了，他就教2句，能翻译出这么多？希卡利率先表态，锅没问题，但去平行宇宙，目前集全光之国的力量，只能送1个奥特曼去超空间，再在那里去平行世界。泰罗愁容满面，那不就意味着此奥要面对贝利亚以及他培养起来的庞大势力，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慌什么？不是还有我吗？我能够凭自身力量进入超空间，届时只需要那个奥特曼带路穿去平行宇宙就行。此话一出，梦比优斯笑了。大怪兽的战斗力有目共睹，有他帮助，酸汁皮骨萌都能赢。现在就一个问题，能够与大杰顿搭档，实力强劲还能应付贝利亚的奥特曼，谁能胜任？小梦毫不犹豫地举起手，我可以。上话说完，一道声音从奥群里传来，年纪大了就好好歇着，去年在怪兽牧场的伤还没好呢。是赛罗，只见他双手叉腰，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样子。哟，大怪兽，好久不见，来干一场。你有点无语，接单。这小子那么嚣张，出门没被人打过？赛罗瞬间警觉，是谁在背后说本少爷坏话？佐菲摆摆手，让赛罗去吧。之前的战绩大家有目共睹，3天后我们一起传输力量。你点点头，正准备找个地儿睡下，希卡利搓着手走上来，这2天能帮忙参与一项研究吗？接单。什么研究？需要我做什么？希卡利露出和善的笑容，只需要一点你的身体组织。话音刚落，你展开背后巨大的翅膀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离光之国。接单。告辞。留下小贝一只手在奥群里凌乱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是路过光之国。3天后，希卡利将制作好的纳米大锅给到你，这玩意儿就2开关，变成大锅，平时就一个小金属立方体的样子，方便你随身携带。一旁赛罗也带上父亲给的能量手镯，里面能提供给他3次变身的光能。希卡利递上翻译器，这玩意儿我也做了纳米处理，可以融入体内，这样就能听懂怪兽和宇宙人的话了。赛罗大手一挥，你可不要拖后腿哦，懒得理你。听到这机械声翻译，赛罗气的是拳头紧握，搞不懂翻译器里的声音怎么会如此欠揍。在临近出发前，赛文走过来，一把推开赛罗，我跟你杰顿叔说点话，那个他毕竟是个孩子，有什么得罪地方你回来告诉我，看我不抽死他。你微笑点头，接单。很快你与赛罗在一声声凯旋附和下传送去了超空间。希卡利总算松了口气，正准备回科技局时，看到奥群中有只被遗忘的贝蒙斯坦。你们好，叫我小贝就行。希卡利单手将其抬起，小贝是吧？来我科学技术局喝咖啡，聊点是非。